今天啊，我们来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，一个价值差不多40亿美元的问题。你看，这么一大笔钱正通过一个挺特别的美国签证项目涌进来，这背后啊，其实藏着一个全球财富流动的大秘密，或者说一个新趋势。咱们先来看个数字，真的有点吓人啊，41亿美元。而且你得知道，这还不是一整年的数啊，这只是2025财年，前9个月的数据。就这么短时间，这么大一笔钱，就通过一个移民项目直接投到了美国经济里。而且这41亿美元可不是一两个超级富豪投的，你猜猜有多少人？超过5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想通过投资这条路去美国的人真的是太多了，这个需求简直是火爆到不行。所以问题就来了，这到底是个什么神仙项目啊？怎么就有这么大的魔力，能吸引几十亿元的投资，掀起这么大的热潮呢？这个项目就是大名鼎鼎的 EB5 投资移民项目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经济的超级马达，一直在给美国的房地产、基建、酒店还有能源这些大行业源源不断的输送资金和能量。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你看，虽然这个项目的政策呀、费用啊一直在变，但投资人的热情那是一点没减。那到底是为什么呢？我们分析了一下，背后主要有3个原因在推着。好，咱们一个一个来看，把这个事儿给掰扯清楚。第一个原因其实很简单，对于全世界那些有钱的家庭来说，不管你是为了孩子上学，还是为了做生意，或者是想做全球资产配置，EB5在他们眼里就是拿到美国绿卡最直接也是最快的一条路。这第二个原因呢，就有点门道了。秘密其实藏在大家申请的方式里。有一种申请模式，现在已经成了绝大多数人的选择，可以说是占了绝对的主导地位。你看这个图表就知道了，足足有95%的申请啊，都是通过一个叫区域中心的渠道递交的。95%啊，这基本上就是一边倒的选择，说明在绝大部分投资者心里都认准了这条路，觉得这才是最靠谱的捷径。那为什么大家都扎堆选这个模式呢？主要就是因为它更灵活。你看，它连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都能算进去，而且呢，它还能帮你对接那种专业团队管理的项目，让你省心又省力。所以啊，尤其是在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投资人圈子里，这基本上就是大家心照不宣的默认选项了。好，那话说回来，这么多人抢着申请，场面这么火爆，那对于那些正在考虑这个项目的朋友们来说，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？对你有什么影响呢？其实核心就一句话，特别简单，人越多，队就排得越长。你想啊，申请的人一下子多这么多，那不管是批材料的时间，还是等签证的排期，肯定都会拖得越来越久，这是跑不掉的。所以这就很清楚了，策略只有一个，越早上车，位置越靠前。在这种事上，你犹豫，你观望，那付出的时间成本可能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，晚一步可能就得多等好几年。同时，我们还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趋势，现在的投资人呢，下手越来越稳了，也越来越精明。他们不再只看回报率，而是更喜欢那些看起来风险更低、更稳当的项目。比如说投能源啊，投基建，或者干脆投到政策上明确支持的那些乡村地区项目。好，那咱们把刚才说的这些信息都拼在一起，来看看2025年整个 EB5 的盘子到底会是个什么样。这一幅图景其实已经非常清楚了。第一，全世界想来的人越来越多；第二，真金白银的投资一直在往里砸；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，大家对这个项目本身的玩法和结构是很有信心的。所以把这些都放在一起看，结论就很明显了。对于那些正在计划移民美国的家庭来说，2025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窗口期，是一个开始申请的好时机。最后，这也留下了一个问题，我觉得值得我们每个人都想一想。当全世界的钱都在寻找最安全、最有机会的地方时，投资这件事是不是正在变成一种新的移民方式，成为全球精英们通往世界的新赛道呢？